前世，我挺着孕肚出现在裴家门口，望着芝兰玉树的裴韵，我忐忑雀跃。世子，我有孕了，孩子是你的。我如愿成了裴少夫人。所有人都说我命好，他们不知，从那以后，裴韵再也没有踏进我的房门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本来要成婚了，就在我上门的第2天。重活一世，裴韵正立在我面前。不等我说话，她突然夺走我手中信物，冷冰冰地凑到我耳边：不许说孩子是我的，这一世我不会娶你。我才知道，原来她也重生了。也好，这一世我也没想再嫁她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裴老夫人也跟着走进来，一如前世。不知姑娘上门所为何事？裴韵紧紧地盯着我，暗含警告。望着裴老夫人，我心头一酸，几乎落下泪来。前世若说还有谁待我好，那便只有老夫人了。我咬了唇，声音艰涩：老夫人，我来寻您的。她微怔，视线紧紧锁在我身上，好一会颤了嗓音：你是三娘家的姑娘？我也是前世进府之后才知道的。我的祖母宁张氏与裴老夫人不仅是表姐妹，还曾是闺阁密友。后来宁家落难，我也成了孤女，而我的模样和祖母极相似。又是一阵伤怀，裴老夫人叹了口气，瞧了眼安静立在一侧的裴韵，又看了看我，苦笑道：你们不知，你和阿韵本来是有门娃娃亲的，只可惜宁家出了事，便再没了你们的踪迹。眼下你有了身子，不知孩子的父亲是谁，怎会让你孤身进京？我抬头，裴韵亦谨慎防备地看过来。半年前一场意外，我与中了药的裴韵一晌贪欢，天色未亮，男人便不见了踪迹。隐约中只记得男人哑着嗓子的低语：以后有难处，可来京都寻我，以及压在枕下的一枚刻着名讳的双羽佩。前世我上门后，他迫于孩子和祖母娶了我，从此与心上人失之交臂，冷落我一世。今生他率先抢走那枚双羽佩，已然是不想与我扯上关系。也好，本来这一世我也不想再嫁他。半晌，我听到自己的声音：这孩子的父亲，我不知是谁。香烟缭绕，裴韵僵硬的四肢舒展了些。裴老夫人眉心微拧，小心地打量我：你这丫头可是被贼人所欺？我眉眼酸涩，点了点头，很快又摇头。那场意外非我所愿，这个孩子却是我执意留下的。如今6月有余，已然不能再落胎。老夫人沉思片刻，斟酌着开口：不知那人身上可有什么印记？裴家有些人脉，可让阿韵替你寻上一寻，若是个好的，倒也……裴韵适时接口：不错，您姑娘有事尽管开口。她背着光，侧身对着我，半眯着的黑眸意味深长。我心思纷乱，只随口道：似乎肩头是有的。说罢，裴韵猛地转身看我，目光锐利，隐隐含着怒火。我这才想起，她的肩头也是有颗红痣的。一个光裸的背影从脑海中一闪而过，我慌忙改口：是胎记，月牙胎记。她松了口气，略颔首：您姑娘放心，韵会尽力去寻，定要帮姑娘寻得良人。后2个字被她压得极重，似是暗示什么一般。我苦笑，原来她这般想远离我。前世的我只沉浸在欢喜里，竟没有看出我住在了宁和院。裴老夫人特意请了人替我调理身子，保胎请脉。第2日，永宁侯夫人亲自上了门，应下2家的婚事，定的是邓二小姐，裴韵的心上人。邓二小姐性子傲，前世知道了我与裴韵的纠葛，头也不回地推了亲事。如今没了我，他们终于能如愿以偿了。宋府一出门后，我又喂了会儿鱼，才准备回房。绕过回廊，不期然遇上熟悉的身影。院子里，邓离坐在秋千上，笑容正甜。裴韵有一搭没一搭地推着，一含笑看他。邓离的视线飘过来，神情微滞。很快，他抬手扬眉：韵哥哥，府上怎会还有孕的女子？裴韵也看过来，面容机不可察地僵硬了几许。是祖母故人之后，因着没寻到夫君，这才在府中借住些日子。我颔首示意，转身走了过去。借住，裴家并非不能容人，想来
是裴韵怕我生事，想赶我走罢了。午后尚未来得及歇息，丫头来报，说是世子来了。裴韵的脸色不太好看，黑眸幽深，沉沉压向我。你明知道离儿在，为何非要出现在他面前？还是说你又想逼我退婚？我退了一步，摇头。世子多虑了，我并无此意。他眉头紧锁，盯了我好一会，才道：我知道你怀了我的骨肉，我不肯认下你心中不快。你放心，等离儿进了门，我会想法子纳你为妾。只是在这之前，你必须安生些，莫要惹出乱子来，不然休要怪我不给你脸面。他立在光影里，倒影落在地上，漆黑一片。许久未见，他眼中的冷漠更胜从前。我怔怔地看着他，半晌艰涩地开口：世子放心，我无意嫁给世子，等生下孩子我就走。他嗤笑一声，没再多言。我知道他是不信的，毕竟我这样的孤女，离了这侯府还能去哪里？从那之后，我便不再去后院闲逛，偶尔遇上裴韵，也只侧身避开。他似乎很满意，见到我脸色也好了几分。又过了几日，裴老夫人派人来传话，请我过去。他端坐在红木太师椅上，表情颇为怪异。第一句话便是：西丫头，我知道你孩子的父亲是谁了。我脚下一个踉跄，险些摔倒，被人稳稳扶住。老夫人一阵紧张之后，自责地拍了下抹额：怪我险些吓着你。心脏几乎跳出胸腔。难道老夫人发现我和裴韵的事儿了？被婆子扶着坐稳后，老夫人才开了口：那日你说起胎记，我便觉得有几分熟悉，思来想去了许久，终于想起在哪里见过了。正是镇北司的陆慎陆大人，他出生时我曾抱过他，恰巧见到这么个胎记。说罢按住我手背，叹了口气。可惜陆慎此人行事荒谬章法，自从他娘死后，更是和陆家断了来往，提起他来，人人都摇头。说起来也算不得良配啊。尚未归到原位的心此刻又提了起来。所谓月牙胎记，本源于我在江州做医女时随手救治的一名伤员。本以为江州路远无人知晓，便随口一说，不想竟闹出乱子来。陆慎此人可是镇北司声名赫赫的魔头，向来与裴韵不对付。若是他知道我将孩子赖给他……咬了咬唇，我艰难地改口：老夫人，兴许是我记错了，那日光线昏暗，看不清也是有的。手背被拍了拍，裴老夫人笑着开口：好了，知道女儿家脸皮薄，我都已经替你问了，的确是他。我把他臭骂了一顿，又说了你有孕的事儿，他愣了好一会才说要把你娶回去。我镇住，瞠目结舌。您说他要把我娶回去？是啊。老夫人理所当然地点点头。你如今肚子这般大了，他总不能不负责任，他已经答应了，会尽快迎娶你过门。我脸色青白，手指绞紧了帕子，已然分不清什么心绪，几乎脱口而出：不行的。老夫人微愣，很快不赞同地看着我：陆家门第不低，西丫头，他愿意以正妻之位迎娶你，你是极看重你了，千万莫要因着一时性子误了大事。我张了张嘴，竟寻不出话来反驳。不管这人因何原因要娶我，只是我若这么嫁了，不管对谁都不公平。裴老夫人还在劝。我沉默许久，应付地点了点头。也罢，寻个机会与这位陆大人说清楚便是。裴韵婚事在即，整个府邸也开始忙碌起来。趁着无人注意，我带了木梨，独自前往镇北司。守了许久，终于见到有人唤陆大人。隔了许久，我已经记不清他的模样。眼前的人一身靛青色官袍，眉眼锋利，姿态风流，与记忆中落魄泥泞的一张脸大为不同。被我拦住他，丝毫不恼，反而直勾勾盯着我。微怔片刻，我垂了头：大人，我肚子里的孩子他不是我的。他自然而然地接口，面色都不曾改一分。我惊讶抬手，瞳孔睁大：你知道还？他抬眸看着我，似笑非笑：我还没混到，连自己睡哪个女人都弄不清楚。那您为何还要娶我？他弯唇，眸光里也染了笑，慢条斯理地开口：裴老夫人找到我，说是我玷污了她有人之后，还说宁氏女亲口指出我身后的胎记，非要我给一个说法。我思量许久，
能对得上号的只有江州的那位宁熙姑娘了。说罢看向我，眼尾上挑，意味深长。宁姑娘与我有救命之恩，不过是以身相许罢了，又有何不可？我睁大眼，讷讷地摆手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对上她含笑的眉眼，才知她是玩笑。抿了抿唇，我下定了决心，望着她的眼睛郑重道：大人的厚爱我心领了，只是我若嫁给您，不只对孩子的父亲不好，对大人也不公平。此事是我思虑不周，连累了大人，您若是有气，尽管冲我来，只是这婚事只能到此为止了。空气静默下来，陆慎面色不变，看起来仍是在笑，只是那笑不达眼底，瞳孔亦是不动声色，深不见底的幽冷。许久，在我几乎冒冷汗的时候，他终于悠悠叹了口气：你不愿意嫁，好，我成全你。解决了心头大事，我松快了许多。裴老夫人进来看着我欲言又止，不知陆慎与她说了什么，也不再提起我的婚事。出了6月，肚子愈发大了，我不敢多吃，节制起饮食来。前世生产的时候孩子过大，险些难产，今生我也格外注意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侯府传来消息，永宁侯夫人病情加重，怕是有性命之忧。若是侯夫人没了，邓二小姐就要守孝3年。听说裴韵急得厉害，担心好不容易等来的婚事再出差错。我回忆了一会，前世我嫁给裴韵没多久，也听过永宁侯夫人病危之事，过程怎样不清楚，听说最后也化险为夷了。想来裴韵也是担心则乱，摇头失笑，我便将此事抛在脑后。却没想到第2日就出了变故。收拾行李的时候，百宝箱中的一枚锦囊怎么也寻不着了。这枚锦囊并不值钱，重要的是里头的信件。那是一封祖母与洛神医的书信，祖母离世前告诉我，性命垂危之际，可凭书信求神医救我一命。前世因着孩子过大，我便是用这封书信请神医在难产之时保下我们母子。知道书信一事的只有我，不对，还有重生的裴韵。我疼得站起身，4级重病的永宁侯夫人更是气得浑身发抖。是裴韵，她好狠的心，我肚子里的可是她的亲骨肉。神医曾说过，前世若是没有她，这个孩子就算生下来也可能会痴傻。裴韵竟然拿我孩子的命去讨好她心上人，顾不上多想，我猛地冲出去。门房前，裴韵正欲上马，我不管不顾地将人拽下来。裴韵被我拽得踉跄，不耐烦地斥我：宁熙，你发什么疯？我恶狠狠地盯着他。书信呢？他微怔，别过头。送出去了。气血上涌，我整个人几乎站不稳，拼命地捶打他。裴韵，那枚锦囊可是用来救我们的孩子的。他骤然愣住，很快沉了脸，将我拉到角落里，压低声音：我说你怎么怪怪的，原来你也重生了。见我不语，只恨恨地盯着他，他握拳轻咳了一声：我们曾是夫妻，你的便是我的。永宁侯夫人病危，太医说唯有洛神医可以试试，李儿哭得厉害，我冷笑：前世没有洛神医，他不是也好好的？他拧眉看着我，目光沉沉：宁熙，我不敢赌，我已经错过他一世，万一今生永宁侯夫人没这么好运，我不能赌。你既已重生，就该知道言儿并非聪慧之辈，上辈子本就庸碌无为，就算真痴傻了些也不妨事，终归是我的孩子，我会养他一辈子。再说若非你贪食贪足，孩子又怎会难产？今生你少食些，说不准就好好生下来了。我不敢置信地瞪大眼，抖着手指说不出话来。与邓离的婚事他不敢赌，到我这儿他就敢赌了。心神激荡之下，小腹隐隐作痛，再也忍不住，两眼一翻昏了过去。再醒来已是傍晚，裴老夫人捉着我的手叹气：我都知道了，阿韵为了救人拿了你的书信，没来得及与你说，你生气也是情理之中。想来是因着邓家姑娘，她也心急。我这才知道，裴韵避重就轻，只解释了拿我书信救永宁侯夫人一事。我若是再多言，倒显得我不愿救人。且老夫人话里话外的意思，也是劝我息事宁人。见我不吭声，她有几分尴尬。还有一事，陆慎那孩子又提起了你们的婚事，说是非娶你不可，还说娶妻的消息已经散布出去了。他瞧着我脸色，
斟酌着开口：“你若仍是不愿，我再想法子替你周旋。”“不必。”我轻声打断他的话，抬头看向他：“我愿意嫁。书信已经追不回来了，裴老夫人再如何对我好，终究隔了一层。我也该为自己，为肚子里的孩子想一想了。”老夫人所言不虚，没出2日，京城疯传镇北司的陆慎陆大人要娶一个有孕的女子。有人说是陆大人的风流债被人找上门来，不得已捏着鼻子认了；也有人说是陆慎的心上人一直养在外头。陆家上下气得厉害，恨不得与陆慎断绝关系。消息传来的时候，裴韵正与裴夫人商议婚帖事宜。听完裴韵就笑开了，这种荒唐事也就他干得出来，谁让他品行不端，也是活该。我笑了笑，没吭声。他大约是忘了，品行不端的分明是他。裴夫人不留痕迹地瞥了我一眼，不愿多言。我垂手起身告辞。听老夫人的意思，裴夫人不愿我从侯府出嫁，也不愿与我扯上关系。她一直不喜我，我是知道的，觉得沾上我这样一个未婚先孕的女子失了体面，连提起来都脏了嘴，更不愿与儿子说起这些。老夫人无法，挑了个别院给我，让我以宁家女的身份出嫁。巧了，婚期选在裴韵大婚那天，据说日子还是陆慎亲自定的。自从洛神医去了后，永宁侯夫人身子日渐好转，与邓离的婚事也好端端的进行。这一事，她也算是得偿所愿了。许是春风得意，又或是心怀愧疚，裴韵又一次来看了我。自从婚事确定，她已是来了好几回了，每次絮絮叨叨一阵子，偷摸坐一会儿就走。就像现在这样，她盯着我肚子。今日闹得可还厉害。我不理，她也不恼，还在生我气呢。你放心，到底是我的骨肉，等邓夫人身子好些，我再想法子请洛神医上门，总会叫你们母子平安。还是说担心主母，这就更不必了。这一遭我救了梨儿的母亲，她绝不会再干预我纳妾。你安心待产，等着我就是。我也是不明白，他是觉得洛神医是大白菜，想请就请，还是觉得我与他做了一世怨偶之后，还想千方百计给他做妾。他怎么想，总归于我已经不重要了。大婚前几日，他终于不来了。同样，我也被老夫人送到了别院待嫁。在那里，我还见到了宁家的远亲。我以为是老夫人特意寻来，细问之下，才知人是陆慎想法子送来的。我合上双眼，心思莫名。不管原因为何，陆慎这一片心意，我总是要领情的。大婚当日，裴家没有来人，由着宁家远亲主持，裴老夫人送来的婆子操办。因着我有孕在身，婚事并未大办，只是该有的流程却一样没少。等送入洞房，我已累得直不起腰。好在陆慎并未让我久等，隔着红头纱，我绞着帕子，心中想着措辞。视线清晰的瞬间，对面的男人看直了眼。好一会，听到他喉咙口发出的低笑声。怪不得人人都要娶妻呢，这滋味真不错。我想着心事，斟酌着开口：大人，如今满京城都以为我肚里的孩子是您的，不知可否请大人善待于他。我知这对您不公平，若是大人日后悔了，只要和离书一封，我马上离开，绝无怨言。话音刚落，对面男人的脸色陡然沉下来。我小心翼翼地扬头看他。大人。他起身，烦躁地踱步了会儿，才硬邦邦地开口：时候不早了，早点歇息吧。我不敢再多言，怪不得外头都说镇北司陆大人喜怒不定呢，果然不假。第二日我醒的时候，陆慎已经不在了。身边伺候的丫头送过来府中的对牌，说是大人发了话，府中大小事由我全权做主。我握着沉甸甸的对牌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前世我在裴家10几年，也不曾掌管过府中一分一毫。所谓世子夫人，也不过形同虚设。直到第3日一早，陆慎才匆匆赶回来。他眼底泛着乌青，看起来有几分疲惫。见我马车准备齐全，自然而然地牵过我的手：走吧，陪你回门。我没接话，任由他牵着。去宁家别院走个过场后，马车转了方向去裴府。想到裴韵也在，万一遇上尴尬，我思量片刻，微微咬唇：大人可知我肚里的孩子父亲是谁？他正闭目养神，
漫不经心地笑了一声。我怎么知道？我正犹豫要不要和盘托出，那人忽而阴恻恻地笑出声。我认为你还是不要告诉我比较好。我马上闭嘴。到裴家之后，我直奔老夫人的院子。见到我，她很是欢喜，忙不迭一阵询问：陆家那小子对你可好？我轻轻颔首。他人虽阴晴不定，心肠却是不坏的。老夫人点头，连道3个好，纸面上仍是愁容，不知为何竟看起来比往日还憔悴些。询问之下，她才叹了口气：还不是阿运，昨日迎亲的时候，不知怎地摔下马伤了腿，邓家那丫头嫌丢脸，这2天两人正闹呢。我心中一个咯噔，不知为何脑海中浮现陆慎那张阴恻恻的脸。又唠了一会家常，他才放我离开。陆慎被裴侯爷带去了书房，尚未回来，我准备去等他。刚绕过拱门，就与绷着脸走来的裴韵迎面撞上。他先是愣住，很快烦躁地扫了我一眼。我就说我大婚那天你怎么不出现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。不就怀了身孕，至于这么缠着我不放吗？我烦着呢，没空理会你，你自己快回去。他脸色不好看，走路还微微跛足，锦衣华服之下颇有几分狼狈。我无意与他争执，绕过他就要走，不想走了几步，他却不依不饶地跟上来，竟伸手扯我手臂。都说了让你回院子，大着肚子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这下我彻底厌烦了，猛地甩开他的手，冷冷道：裴世子自重，我何时说过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？他镇住，拧着眉头望着我：宁熙，你这又是在发什么疯？这孩子是谁的，我能不清楚吗？还是说你还在记恨书信的事情？我绷着脸正要说话，忽而瞥见不远处裴老夫人正被人扶着赶过来，话又咽了回去。直到裴老夫人走近，才拉着我的手：也是不巧，你刚走，丫头就来报，说是陆慎有急事要走，这会儿正在门口等你。他瞧着我，有几分不舍，然下一秒目光陡然凝住，眉头蹙起：阿运，你怎么也在？你不是回门去了吗？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我不想掺和他们的家事，轻咳了一声，提出告辞。裴老夫人点头：也好，你日后和陆慎好好过日子，千万别像这个孽障。裴韵愣住，下意识地反问：为什么要和陆慎好好过日子？老夫人不悦地瞪他：你娘没告诉过你吗？希儿嫁给了陆慎，她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陆家那小子的。这下裴韵的脸色彻底变了，声音也拔高了几分：你说什么？你说宁熙肚子里的孩子是陆慎的？老夫人诧异地看向他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不远处传来似笑非笑的讥讽：那是自然，不是我的难不成是你的？我浑身一震，蓦然回首，陆慎一身月白色长袍，正负手立在不远处的桃树下，狭长的凤眼微微上挑，透着3分慵懒2分凉薄。见我看他，懒洋洋地伸出一条手臂：过来。我抿唇，抬脚向他走去，行至一半，一只手将我拦住。裴韵死死地盯着我，嗓音发颤，微带着哑：宁熙，你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？可千万别乱认。乱认2个字被他压得极重。我莞尔，抬眼正视他。世子说笑了，这种事情我怎么能认错？不信你问问老夫人，人还是她亲自帮我寻的呢。裴韵僵硬地转过头。裴老夫人不明所以，却仍肯定地颔首：自然不假，连胎记都对得上。裴韵不可置信地退了一步，嘴唇发颤，说不出话来。回府的路上，陆慎一直闭目养神，没有说话。我小心地拿眼瞧他，心底思量，看他对裴韵的反应，想来是什么都清楚的。也是，镇北司是什么地方，怎么会连这点事都查不出来？犹豫了会儿，我终于开口：裴韵他。合着的黑眸陡然睁开，看着我，目光灼灼。不许说和离，不许说后悔，也不许提姓裴的。我愣怔地望着他，对视了片刻，他复又合上眼，面上似有几分压抑的痛苦。我这才注意到，他脸色比平日里更白了些。心头一动，我脱口而出：你受伤了。他抿紧了唇，不吭声。我挪到他身边坐下，伸手去探他的脉，果然是受了内伤。既是受了伤，为何还要跟我去裴家？他似是哼笑了一声，
半眯着眼瞥向我，谁知道你这一去还回不回来了？我想过裴韵可能会来寻我，只是没想到他这么快。从万安寺回来的那天，我被人拦住了车马，逼仄的角落里，他双眸暗红，血丝布满双眼。宁熙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谁准你带着我的孩子嫁给别人的？我丝毫不惧他，轻笑一声。世子莫不是忘了，是你亲口说孩子不是你的。世子既然不认，我给肚子里的孩子寻个爹，又有什么错？他瞳孔陡然睁大，似是不信我能说出这种话。毕竟在他前世的记忆里，他的妻子可是个再保守不过的女子了。半晌，他咬牙切齿地开口：宁熙，那是我的骨肉，血浓于水，你当真以为陆慎不会介意吗？介意吗？也许吧，只是在我眼中，那人的介意也远比这个所谓孩子的亲爹更可靠些。我退了一步，转身欲走，被他扯住衣袖。他凝着我双眼，眸中酝酿着风暴。宁熙，你会后悔的。我再不理会他，甩袖而去。回府过后，我便不再出门，安心在府中养胎。陆慎也不知在忙什么，整日里早出晚归，有时候甚至好几天不回来。倒是裴韵的消息，由着丫鬟的嘴，时有时无地传我耳朵里。比如裴世子丢了魂一样，失魂落魄了好一阵子，问起什么也不肯说。比如裴世子终于振作起来了，开始关心庙堂之事，与太子的走动也愈发亲密起来。比如他和邓家小姐又和好了，两人蜜里调油，邓家小姐也有了身子。我听了一笑了之，这样也没什么不好。出了9月，肚子愈发带了起来，我抚着与前世差不多大的肚子，不禁犯了愁。我已少食少用，腹中仍是吹气球一般。陆慎似是看出了我的不安，拧着眉头不言语。然第3日晌午，他送了个人过来，看着骂骂咧咧的洛神医，我睁大了眼。陆慎吊儿郎当地站着，半威胁半诱哄。只要他们母子平安，你藏在山里的小女儿就能好好的，若是哪个少了一根头发，哼哼。洛神医气得跳脚。陆慎，你这天打雷劈的东西，早晚不得好死。这话真不好听，我当即沉了眉眼。神医悬壶济世，还请慎言。陆慎微怔，漂亮的凤眼泛起涟漪，连空气中都带了欢喜。有了洛神医在，我放了大半的心，还有小半在陆慎身上。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裴韵那日的话怪怪的，总觉得这看似平静的京都暗潮汹涌，早晚风雨欲来。我的直觉没有错。没出几日，外头传来消息，二皇子谋反了，陆府上下被团团围住，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我才知道陆慎一直在帮二皇子做事。自与裴韵一别，我曾若有似无地与陆慎提起过朝中之事，提醒他行事谨慎，莫要站错了队伍，更是把前世登上皇位的太子夸上了天。只每次提起，他都是意味深长地瞧着我，欲言又止。眼下终究是迟了吗？陆府门前站了整排的金陵卫，为首的是裴韵。他瞧着我，阴阳怪气地笑。陆夫人，许久不见啊。花厅里，他坐在我对面，紧紧盯着我的眼。宁熙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承认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，对外宣称是陆慎强迫于你，我可以想法设法给你脱罪。至于黎儿那边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自会周全。听起来倒是很不错，能保命还能让孩子认亲爹，只是我不愿。手腕扬起，茶水泼了他满脸。裴韵骤然起身，怒目而视。宁熙，我一起身，直视他双眼。裴世子，我孩子的爹永远都是陆慎，无论血脉，无关其他。从那之后，裴韵没有再来见过我，只是府里的宴茶，一日延过一日。我忧心着肚子，又挂心陆慎，身子反倒轻减了些。临近10月，我终于发动了，痛楚一阵阵的袭来，疼得我头脑发晕。我被送到了产房，眼前一片模糊，只觉得什么东西不停地向下流。身边人来人往，丫头的呼叫声，婆子的呐喊声，最后是洛神医镇定的指挥声。婴儿啼哭的一刹那，我晕了过去。再醒来，身边坐着个熟悉的人影，是陆慎。他胡子拉碴，
向来似笑非笑的黑眸血丝遍布，看起来憔悴又狼狈。此刻正握着我的手贴到他面上。见我醒来，他眼睛一亮，随即沙哑着嗓子：“怎么样，有没有不舒服？”我摇了摇头，慌张地开口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外面的人在抓你。”他握紧了我手指，怜惜道：“是我思虑不周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别担心，外面的人我已经布置好了，无碍的。”安静了片刻，我轻轻出声：“二皇子他能赢的吧？前世没有这些事，太子分明是好好登基了的。不知是不是因为我的重生，白白生了许多变故，也改写了陆慎的人生。”陆慎抬眸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半晌才道：“二皇子他不可能赢。”我心头一紧，猛地坐起身来。陆慎大惊，忙扶住我：“你莫慌，我说的是二皇子赢不了，又不是说我赢不了。”我愈发不懂他话里的意思了。他环住我，将下巴抵在我额头，声音闷闷的：“其实我原本不想争那个位置的，至高无上又怎样，也是没什么意思。可是不行。”他说着，愈发咬牙切齿起来，环着我的手臂也发了力。我不能忍受姓裴的在我头上撒野，更不能忍受他要把你从我身边夺走。这皇位我是争也得争，不争也得争。我大惊失色，怎么就和皇位扯上关系了？他摆正我的脸，这才看向我，声音也恢复了曾经的轻佻：“你以为陆家为什么不喜欢我，又干不掉我？因为我不是陆家的种。我亲爹是皇帝，我是狗皇帝养在外面的私生子。”心中惊涛骇浪，我从未想过会是这样的情形。前世的夺嫡从来没有过陆慎的身影，甚至夺嫡刚开始他就去了边疆。难道他是因为我？我竟不知，自我选择他的那一刻起，他同时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怎么会？良久，我才听到自己的声音。他捧着我的脸，直勾勾盯着我：“所以宁熙，你曾问我为何要娶你，现在你知道答案了吗？”喉咙发梗，几乎有热意从眼眶流动，我却笑了出来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心悦我。”他心悦我，所以才不顾头顶发绿也要娶我。他心悦我，所以才宁愿忍着伤也要陪我回门，甚至几番作弄裴韵来为我出气。原来被人真正放在心上的感觉这么好。他轻哼了一声，将我揽在怀里。现在才知道，也不晚。第二日醒来，陆慎已经不在了，仿佛昨晚的温存都是一场幻觉。可是我知道他会回来的。我握着手心的玉扳指，抿了抿唇。这是陆慎给我的，他说若是遇到危险，凭这块扳指可以调动府中的暗卫把我安全送走。他若活着回来，自然来寻我；若是出了意外，就让我远走高飞，再不回来。只是我怎能丢下他一人？奶娘把维哥抱了过来，我伸手接过。他叫陆维，名字是陆慎取的，取自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期望他长大后不要困于血脉，明辨是非。维哥长得很快，爱睁眼爱笑，几乎不太哭闹。不知为何，总觉得这孩子和前世有些不一样。维哥满月的时候，宫中出了大变故，二皇子被杀，一箭穿心，同时太子受了重伤，下落不明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一直守在府邸没什么动静的金陵卫开始动作了，他们要拿我们母子进宫，押入天牢。我大概猜得到，皇帝能忍到现在才动我们，已经是看在陆慎是他亲儿子的份上了。如今怕是再也不想忍了。暗卫来催，让我跟着他们逃走。我犹豫不决，不知到底何去何从。陆维胖乎乎的小手拍了拍我，指了指皇宫的方向，说出了人生中第一个字：走。我决定进宫。陆慎没有被定罪前，我不能走。好在我赌赢了。皇帝欣慰地捋着胡子，还好，总有个儿子是正常的。老大老二接连出事，你让朕怎么不怀疑是你的手笔？屏风后，陆慎也跟着走了出来，低头应是。我顿时卸下心底的大石，泪流满面。次年3月，太子病故，陆慎正式认祖归宗，被立为皇太子，而我顺理成章成了太子妃。我这才知道，太子为了早点登基，给圣上下了药，这才自毁前程。传闻这要出自裴家。
裴氏一族被清算，除了裴韵，全族流放。裴韵下了大狱，秋后问斩。可惜他大约等不到秋后了，陆慎要他死。他半撑着头看向我，他近来在天牢里胡说八道，我容不下他了。他知道回天乏术，想见你最后一面。天牢里，裴韵形状疯癫，看到我犹如看到了救命稻草。宁熙，我可是你儿子的爹，你怎能不救我？不该是这样的，重活一世，我们明明不该是这样的。明明我该和梨儿恩爱白头，明明你该还在我身边，我养了我的骨肉，你怎么能离开我呢？不该是这个道理啊！我静静地望着他，心中无波无澜。裴韵，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应该的，也没有谁活该等谁。黄泉路上，走好。我转身而去，他还要叫喊，却被人捂住嘴。出了天牢，我去了一趟裴府，那里空荡荡的，只有裴老夫人缠绵病榻。她似是花了眼，人也认不清。是梨儿吗？你不是自请下堂了吗？又回来做什么？听说邓家在知道裴氏出事那天，就逼裴韵写了休妻书。眼下不仅邓离归了家，连肚子里的孩子都打了，任谁恳求都没用。到底是曾经疼爱过我的裴老夫人，我心底也有些不好受。上前握住她的手，我压低声音：老夫人，是我。她浑身一颤，反握住我：阿喜，是你啊。我用力地点了点头。裴老夫人待我不薄，陆慎求了皇帝，免了他的罪。只是他经此一遭，身子愈发不好了，眼下更是油尽灯枯。良久，我听见他轻叹了口气：丫头，外面的传言是真的吧？我没有说话。他又径自摇头：是阿韵对不住你，是她没有福气。如果我早知道，早让你们成婚该多好啊。我没有告诉他，前世其实我们成婚了，也并没有过得好。3天后，裴家来报丧，说是老夫人没了。去的时候，手上还攥着裴韵曾给过我的鱼纹玉佩。我合上眼，眼眶泛湿，为了爬过来给我擦眼。娘娘，不哭。我将她抱在怀里。她向来聪慧到上天送给我的礼物。就从抓阄宴上，她避开一众皇家物件，选了最不起眼的野花的时候，我就能看出。10年9月，我再次有孕。太医诊脉是对双生子。地心甚悦，陆慎也兴奋地红了眼。他抚着我小腹，语无伦次：我们的孩子，这是我们的骨肉。我突然觉得好笑。殿下，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，我们不过几面之缘，你怎么就非我不可了？他低头玩笑般瞧着我：江州初见，你问我伤哪儿了，我捋了衣物，你瞬间红了脸。那时候我就想，此女甚美。我啐了她一口，依在她怀中。前路漫漫，会有风有雨，幸好有人陪我一起走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